嗨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这一阵子事情到一个段落后，秉持着把握当下的心情，那虽然已经有了 13900K，还是把 7800X3D 给带来了。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主机能不能为 ITS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。那这颗大家也很清楚，就是它的游戏性能不错，然后耗电量也很低，但有一些积热的问题，加上它的 CP 值也没有多好，导致 ITS 用户好像也没有很多人组。那这一次我就来亲身体验一下，跟大家分享。那既然都想说它的耗电量低了，所以我这次就使用最小颗的 L9A 来测。那跟之前的 L9i 比的话呢 ，AM5 的扣具是不共用的。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AM5 平台的背板是不可以拆的。本体呢，因为限高区的不同，所以 L9i 是比 L9A 还要来的更小颗。那讲到主机板。这次主机板我是用技嘉 B650i， 那当时也没有想太多，就觉得说，这一张板子可以装3条 M.2， 3条 M.2 是用子模板的设计放在板子上。那这个年头呢 ，CPU 有 3D V Cache， 主机板似乎也要来 3D 加盖一下。硬体散热片的高度已经高到跟挡板齐平，跟这个万元的售价一样的夸张。导热贴是有点油油的，那后来我在装机后呢，发现其实更严重的事情是，我有些延长线会挑，虽然说他都说 Gen 4，但我手上这边4条，有2条都不能用。DNA4 H2O 跟 ROS1 的延长线都没有问题，那我在其他地方买的零售 Gen 4自己要注意一下。那机壳呢是之前的真彦工作室的 D Plus， 那9升的体积呢，在48 mini 的散热器限高模式下，可以吃到 3.2 槽左右。其余的配置跟之前类似，那不同的是我这一次的顶置风扇从双12风扇变成 9+9+12 的3风扇，来运用一些多余的长度这样子。在测试的时候，我后来发现 L9A 的跑分跟 U12A 的塔扇根本都一模一样。测塔扇的时候发现，奇怪，怎么塔扇都是凉的？后来打开一看 ，CPU 温度82度 ，L3 Cache 是13度，不要怀疑就43度，3D V Cache 都只有40几度了。你觉得在它上面的铁片还有几度？难怪整个塔扇都是凉凉的。货真价实的就是积热全部都闷在里头。那从 Hardware Info 里头其实可以看到 L3 的温度。我这边把 U12A 跟 L9A 的测试结果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其实差异真的是不大，这个积热的差别就像一个小棉被一样，你的 CPU 的核心温度跟 3D V Cache 就是有一个差距摆在那边。实际在跑 1080p 的地平线5的游戏测试中，我在最高温90度、80度、70度这3个温度下跑出来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差别，那想必在 4K 游玩一定是更没有差的，所以就躺平，转速调低一点，安静一点，反正游戏效能也不受影响。加上我后来又把那个4070风扇给改了，2颗14公分的下去，双烤也就40分贝，这样子的安静小体积还可以满足一下 4K 144Hz 的游玩。在 DLS3 更特效不要开最高的情况下还是做得到的。那这个之后我会跟 1390K 平台有时间的话再来做一下比对，相信大家应该也是有一些兴趣。那这个阵子的分享就先到这边。那关于 780X3D 你们对于这样子的平台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问题意见，都可以在这边让我知道。那下一次再做一个 1390K 的对比给大家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Roger, Pitts, X-Ray Golf Sierra.